好吧？因为柯文哲被柯妈妈拉着到新竹的城隍庙拜拜，第二天就被收押了，所以呢，这个网友反正就哭手嘛，就说呢，哇，这个庙好灵，然后呢，这个对联也常有玄机，所以呢，城隍也不能乱拜，拜了以后呢，这个反而被抓了那当然我是觉得这个都是穿凿附会了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过去的学生叫许富顺，也是个医生那他替柯文哲搞什么网络什么东西在2014年帮他选举的时候，他说呢，我不止一次亲眼看到柯文哲呢，这个把不明来源的钱带回家，就是他到很多募款餐会什么这里去，然后呢把钱收就带回家的了那第一个这个可能是假的，第二个带回家第二天也可能存到户头嘛，不一定那么晚了不带回家，我带到哪里去所以这个结果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另外呢，这个说这个许富顺只开第一枪爆料，其实不是开第一枪，爆料多了而且都是柯文哲以前的干部爆料。后来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他们也有一种讲法，我觉得也有道理了，就是因为以前很多绿的来帮他的忙，开始他不是代表绿营选台北市长嘛，很多绿的来帮忙，那后来他跟绿的也翻脸了，所以这些原来绿的干部搞不好就开始骂他。这也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他自己怎么领导统御对人到底怎么带因为其实也不止绿的骂他，蓝的他过去的干部也好像也没跟他处得好所以那是一个领导统一的问题。另外就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大概有这两部分那说他这个丧失道德底线这个他是台大医学院柯文哲的学生了然后呢，他发完了这个脸之后，突然就关闭了。我想一定很多人去留言去等等，就问他啦等等那另外呢，这个当时柯文哲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募款执行长叫郑淑馨，也说呢，说他募到的钱都亲自交给陈佩琪，捐款者也没收到收据，捐了就没有了没有收据等等那另外呢，陈佩琪说我也很难来分辨他讲的真的还是假的了他说呢，不过这个哪个人给了多少钱那柯文哲带回家第二天有没有存到现金专户等等之类的呢？他说，因为像我刚刚猜的，就是银行已经关门了嘛所以呢后续这些事情幕僚做了然后也询问了身份证跟地址随后有寄上捐款收据所以有专人存到专户里面去了那这个陈佩琪呢，这个24小时以后要提告许富顺跟郑淑馨说他们污蔑柯文哲那这个另外呢，许富顺说史书华医生说捐了10万块也不见都没有消息也没有收据。那竞选总部说有开收据史书华说我一直没接到他说我就当被诈骗集团骗走算了他们讲话其实都很狠然后呢，今天这个陈志涵就到监察院去把资料调出来因为这个许淑华有说，他说他有监察院也没有史淑华监察院也没有，监察院的资料史淑华捐10万块，他们是有申报的并不是没有申报，这就打脸的了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到监察院申请一下也没有多困难嘛说这个交20块。然后印出来2块，一共22块，那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呢？每天在那边讲，每天在那边讲好吧，我们看一下。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第3度开羁押庭前一天，和柯妈到新竹城隍庙拜拜，不料才隔1天。每个被羁押会委屈吗？害你，会希望橘子快点回来吗？柯文哲再度沦为阶下囚，网友直呼是城隍爷显灵，涌进 Google 刷5星好评。谢谢城隍爷明察秋毫，很灵验，拜完就收押，义无反顾，再关回去。连前立委高嘉瑜也发脸书，听说新竹城隍庙很灵，底下网友却痛批城隍爷不喜欢有人利用神明落井下石。柯当市长你也蹭，质疑难道是随风摇摆？事实上，柯 P 这几天交保以来，每天都会从台北回到新竹探望柯爸，那也目的就是希望在陆城隍庙的庇佑之下，能够保佑柯爸的身体健康。那至于外界有过多的关心与猜测，我们觉得
谢谢大家，但是也大可不必了。如今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疑云，自称科批台大的学生许富顺就曾担任过他的首梯辅选干部，跑到陈佩琪脸书底下留言爆料，2014年北市长选战就曾亲眼见证过政治现金被柯文哲带回家，但这篇留言疑似被删除。原来政治现金柯文哲并没有进行申报，这样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柯文哲是一直到2023年才开始没有做申报，还是从2014就开始的呢？我想这个检调也可以开始好好的去做盘查。对此，陈佩琪说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过要许富顺提供人实地和相关图片等资料，请律师带入北所问柯文哲。许富顺爆料有人证却没有物证，如同柯文哲去拜庙，信者恒信，不信者很不信。陈佩琪陈律师啊，今天已经请律师寄了这个存证信函了，那24小时之内就会提告了。提告什么？加重诽谤，而且要求民事的这个求偿。因为事实上他讲了很多，这个到后来都有查，我们就一边开始去对当初他们讲的，虽然时间很长久，已经10年前的事了，你说拖了10年现在才讲呢？包括这个学生啊，许富顺，陈律师还特别讲说，他以前还来过家里，你那时候如果有事你就讲啊，怎么10年后才讲这个事情？所以现在不道歉，那时候是不讲清楚，那个时候是同一国了，现在不是同一国。对，应该是这样的。可是这个老讲情何以堪啊？哈，就这是一方面要告，那时候一方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据开始去找，知道他们讲到这个许淑华这个事情，属实法这个事情，属实法是接到钱，虽然隔了2天哦，还跟他讲说我们会开收据已经寄出去给你，那再过3天还打电话去跟他讲说你有收到收据没有？对方说有，就这时候还可以出来这样乱扯。所以后来就是自然他们就去查，就到了这个监察院去把这个整个调出来，这个就清清楚楚了吧？是不是就清清楚楚了？好，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刚刚讲城隍庙的新德是很重要的信仰中心啊。柯文哲家里还有柯文哲很小都是拜城隍爷长大的，他每年过年回去就是爸爸妈妈就带着他去城隍庙。我昨天打电话去跟柯妈问那柯爸现在的身体的那个状况，柯妈也在讲说城隍爷会保佑柯文哲的。他们从小就是拜城隍爷是有是非的。我讲什么叫做是非？我大概跟他报告一个，大家知道吗？从柯文哲1月1号他辞了党主席到现在5天，今天1月6号对不对？5天，从1月1号的下午4点多到现在，我们录影的时候还不到5天的这个时间，有11000多个人加入民众党，11000多个人里面有很多是终身党员哦，很多是终身党员哦。那一天柯文哲说他一定要辞，我说你请假就好。他说你要辞，我说有一个事情很重要，小草不能跑掉啊，因为很多人是为了柯文哲加入民众党的嘛。他后来他还特别录影的时候，他还特别讲，就是请小草不要退党。结果现在没有出现什么退党潮啊，走的人非常非常的少。可是你看迎来是什么？是入党潮，是这么多人，而且里面我们现在有5000多个是永久的这个党员，就是一辈子要当民众党的这个党员的人数是在壮大的。那你看看现在。一方面谢长廷出来帮忙讲话，吕秀莲出来了，那游盈隆也帮忙讲话，郭正亮，国民党这一边，我刚练的都是民进党以前那些重要的这个，以前为民主瓦东曾经奋斗过的谢长廷、吕秀莲这些人，不是像现在坐享其成那民进党这些年轻人哦，不是掌权的这一些哦，以前他们是拼死拼活，用这个自己的血汗去建立台湾的这个民主，他们都看不下去了，人权被侵犯的，司法正义是被侵犯的，他们现在站出来了。那国民党这边，朱立伦也站出来啦。他说1月11号，1月11号定勾机哦，司法节那一天，我们台湾的人权都已经被践踏成这样子的，整个检调单位跨过这个司法这个红线，他们能够不站出来吗？所以朱立伦说，他们站出来，一方面是要捍卫整个民主，一方面是捍卫这个民主这个法治啊！那一天，国民党很多立法人都是会来的。我记得你看，我这样一路听下来，一般的理性的选民，不是只有什么小草很多人加入这个国民党而已，加入民众党而已。现在是中间分子、理性分子都进来，所以才会出现短短5天11000多个人。那你看到民进党以前一些比较有理想色彩的、有改革色彩的也站出来了，国民党这边也一起来了。所以一方面是民众党在壮大当中，因为是台湾。还是一个有水准、有知识的这个地方，我认为就是说，台湾民众党受到这样的苦难跟摧残的时候，自己本身要慢慢壮大的同时，我觉得台湾很多人也是会站出来。1月10要定国基，我们就在自由广场，我们看看怎么去把我们的人权、把我们的这个民主、这个法治，他们法治把它追回来。休息一下再回来。
嘛，到底说谁害了柯文哲被羁押了？说不都放了，怎么又压起来呢？哦，现在陈志涵跟蔡壁如2个女生撕破脸开战。哦，陈志涵就说这不是害柯文哲，什么才是？蔡壁如说我就是陈述事实啊，我也没有翻供啊。哦，那就当时讲那个随身碟到底是不是 when 啊？对，柯文哲通常都用科啦 ，KO 哦 when 就是文嘛，哦，那他们是说蔡壁如当时说是啊，有可能了啊，那后来呢又说不是，所以翻供。蔡壁如说我没有这样讲啊，我从头到尾没有这样讲啊，哦，反而呢好吧，蔡壁如就被小草洗版了，说他想当主席吗？蔡壁如说羁押处分书上有陈志宏串证啊，哦。羁押处分书有说了就是说柯文哲陈志涵说他要去找那个副市长吧，然后呢柯文哲说你最好找黄珊一起去否则他就应付你一下，所以检察官就认为这是串证那所以呢蔡壁如就怪陈志涵说这是你串证才害柯文哲被抓，陈志涵就说是你没有翻供才被检察官说柯文哲出来就会有影响力那所以呢因为当时就是说我建议黄复出面找他，因为呢，陈志涵说我来找彭复那说呢，如果你在旁边陪同，你直接约他，他不会认真回答，要黄珊珊也在他才可能会认真回答那陈志涵就说我们共识决释既成事实啊，大家都这样认为啊这是串什么证呢？蒋万有说你看这个共识也就是串证那共识也就是共识决，大家都这样认为就是共识决那所以现在大家认为民众党已经有内讧了那么到底是蔡壁如的关系还是陈志涵的关系那陈志涵说你把柯文哲往死里推然后他的先生说呢打迷糊仗就能停损是不能停损的然后另外他们江河树说呢蔡壁如被检察官设计还不敢面对检察官疑诱你那另外呢说到底蔡壁如跟陈志涵谁落下风说呢张志豪呢是说小草被惹怒了，是说翻供还没提告所以你翻供了检察官这样讲你可以提告好吧，简书培就说这是霞夫人霞夫人来斗蔡壁如，说讲陈志涵那将来呢他们因为民众党要选9个中央委员，所以现在黄敬莹、蔡壁如、陈世轩都要选所以看起来竞争也蛮激烈的那黄国昌现在当代理主席那如果将来这选主席，民众党的路线到底怎样有一个所以说里面有主战派，也有组合派。那只有《自由时报》有这样的报道好，那么柯文哲呢，现在因为有官司嘛，所以他们说呢，蓝白合会不会有变数了说呢，如果主战派掌权。说呢，可能绿营，因为绿营也想分化嘛，之前不是有绿营讲嘛，说这个造成蓝白更不容易合的可能等等，我们看一下。蔡壁如却是片面的用臆测的方式，这个东西叫做所谓的筑起了铜墙铁壁吗？还是把柯文哲往死里推呢？6大理由里头，他发出来的就是这样子啊。我想这个就是陈述事实。我想我没有翻过。为了柯文哲在押背后原因，民众党2个女人继续互告。蔡壁如紧咬处分书上只有陈志汉的串供，但陈志汉认为蔡壁如的臆测翻供才是害柯文哲的罪魁祸首。理由有6大点，那也跟我也无关，但是我还是要澄清就是说我没有翻供，我已经有找律师，那律师是说。检调通常他的惯用的写法是这样。那到底是检方的臆测，然后用他们惯用的手法去写上去，还是他直接亲口这样陈述？其实，在笔录当中，我相信是白纸黑字，直接把这个北检里头的一些很奇怪的一个认定，然后把它直接扣上了串证，这恐怕也是害了柯文哲主席。摊开检方笔录资料，去年11月6号，检方问 When 是否是柯文哲，蔡壁如当下回答是，就是柯文哲，更透露原本柯的代号是 KO， 因为电脑名称更改才变成 When， 让小草网红 Dear Nana 直呼真的是看清蔡壁如，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他了。我没有这么说，那我跟你讲，那如果这样子，我就会请我的律师去把当天的录影调出来。
他自己又签名拒绝，然后他又说要告检调，但是到现在其实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所以到底是谁在说谎呢？只是检方也问到是不是有写信给柯文哲，蔡壁如说在陈建章当副秘书长时期有写Word档传给柯，说自己不能容忍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就是周宇修、陈志汉、徐府跟谢立功，让徐府发文痛批谎话连篇，当时他还在媒体服务，时间点根本搞错。对此蔡壁如没有多做回应，但如今中央委员选举在即，蔡壁如还没回朝，恐怕就已掀起白银的满城风雨。委员怎么看？我都觉得现在柯文哲其实他的案情，说真的，还在法院的一个司法程序当中可是我干嘛今天柯文哲不戏嘛，后赢家人不戏啊。我觉得怎么会你的主席，这个虽然已经这个辞了主席你的主席还在里面，然后你们里面就这样子开始吵。徐府跟陈志涵两个都还在民众党里面，那蔡壁如已经离开了。那不管怎么样，你今天你在民众党里面，你怎么可以说第一时间又发脸书又站出来去杠人？那你杠了蔡壁如，蔡壁如当然要回呛你啊。那你两个人这样子，这个你来我往的，请问这个对柯文哲有帮助吗？对案情有帮助吗？会对于整个所谓的社会，对于这个整个案件的一个思考逻辑，会有不一样的转变吗？所以我认为说，小草，你看，就像这个齐凯说的说，你看这个。很多又自动加入民众党，那你今天加入民众党，看到你们自己本身这样子乱成一团，然后呢，自己的前主席都还在里面，然后你们自己就这样子在内斗，那请问这些小草情何以堪呢？这真的是很离谱、很奇怪的操作模式。来，这个博弈，我必须要老实说，民众党党内斗很严重，派系很多，不是今天才听到的事情啊。从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这个风风雨雨的传闻从来就没有停过。唯一的差别是什么？是柯文哲之前在的时候，民众党的斗争是台面下的，现在柯文哲不在了，斗争是在台面上了。更明显了，演都不演了，直接乱斗啊！现在柯 P 的声量下滑，又被羁押在看守所内，民众党的权力斗争非常明显，权力重组的样态也出现了。我就有问过几位民众党的人，对于这一次民众党的中央委员看法是什么？他们的说法就是他们觉得蛮热烈的，很热烈的在积极的抢，因为民众党有111位的党代表，每个人有3票啊，所以很多现在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参选人私底下有在串联就各县市串联，就跟选举一样串联，希望保这几个人能够上。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管现在结果是如何，他们都不打算把黄国昌以他为尊。他觉得等中央委员选举完之后，看各派系山头实力如何，选到多少票之后再来讨论。所以表示柯文哲现在已经不在了，民众党的状况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但是对于内部的而言，感觉起来是风雨欲来啊！因为接下来谁能够掌到实权，谁能够动用民众党内部的所谓的政党补助款，恐怕会是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战，以及他们所期望的东西。可是我也必须要讲。亲绿的媒体现在一直不停的在骂民众党，照三餐的在酸。民众党的反应，我觉得有一些人当然要注意一下，话不要多说。可是有一些过头的东西，我真的要拜托一下所有的一些绿营的侧翼也好啦，或者民党人士也罢，之前一直在酸柯文哲，还记得头发的颜色，说头发本来是白的变黑了，为什么？是因为柯文哲以前故意染白，也希望能够讨好民众，增加悲情感。这话讲得出来。然后呢，这一次呢，他去城隍庙祭拜，侧翼来说什么？说城隍庙显灵啦，城隍爷还给新竹公道啊。最好笑的是，还去给城隍爷的 Google 评价5颗星啊，觉得城隍爷很棒。本来是法官决定的有没有罪，现在居然连神明都牵头下来了。我真的要讲一句话，谁都可以来批评民众党，就绿营就没有资格，因为柯文哲能够成长到现在，是绿营一手提拔起来的。2014年柯文哲选台北市市长，他团队里面有一大半都是绿营的人呐，总干事等等全部都是绿营的人。结果现在绿白闹翻之后，又现在来踢柯文哲，把他踩得如此不堪。柯文哲有没有罪？我不敢说，但问题是以民众党立场来讲，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道理，没有资格讲这些话。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立才恨嘛。你看民进党特别对那个原来是民进党后来出来的人背叛，基本上都追杀都很凶，很气的这样。对啊，赖永平。我觉得民众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哦，不是柯文哲被羁押，因为其实这样的司法不公，让大家觉得说完全在司法上面没有办法得到正义的，反而是给民众党养分。可是呢，它最大的危机是说，你现在名气可用，你新加入的这么多1万多的小草，它到底是真正的觉得台湾不公义啊，必须要支持一个能够制衡民进党的力量这样子的一种动机呢，还是跑过来做政治斗争的？哦，因为民众党的现在政治斗争的台面化呢，是最大让大家外界觉得很忧虑的地方。因为你看过台湾这么多起起伏伏的各个政党哦，从新党啦到亲民党啦、民众党等等。都有内部不合的地方，都有。新党那时候也很明显，可是也没有到民众党这种啊，掌握党中央党机器的人呢，出来是大鹰派，然后整天指着别人痛骂的。比较正常的政党哦，我还不好意思说成熟的政党，正常的政党哦，你这种拿党薪水的人。你如果话那么多，你整天要在那边搞斗争的话，那马上就把你踢出那个领薪水的那个职务里面的嘛。政党是给你钱，是来服务这个政党，让这个政党壮大的，结果来让你自己做个人秀，然后你自己变成是一个政治明星，天下有这种事吗？而且这种时候，你的主席现在叫做前主席了啦，你的创党主席还在深陷政治黑牢当中，还蛮悲惨的。然后你们好意思这样做吗？我觉得民众党啊，如果有叫做什么紧急应变中心，现在也有一个代理党主席，不管黄国昌这个代理党主席，他原本小草服气或不服气，反正呢那天你们也是经过一个完整的投票的程序，同意了黄国昌的代理主席呢要出来管这些事情，应变中心也要出来管这种事情。这个再下去呢，刚才亭妃委员的真心话，真的柯文哲他在政治司法攻防战，他还有他的生机，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检察官乱搞，但是问题是你自己这个内斗呢，会把民众党的生机搞到没有。那民众党一旦完蛋了，柯文哲也绝对完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不好？苗博雅去嘲讽黄国昌，那么憔悴，啊，一副就有那种讽刺的味道了啊，要不然就是你装的，要不然就是你哇为这个事情哦，然后呢居然能够这个劳神到这种地步哈，所以你是表演了啊，因为你表演为干嘛是捞同情票了啊，就没想到呢，黄国昌因为当时没有刮胡子嘛，啊，所以被人家说是卖惨，故意把这个惨状拿出来卖哦，博取同情。后来知道说黄国昌因为他父亲过世了，哦，父亲过世一般来讲就不会刮胡子啊等等啊，这古时候还要守上守3年呐，那时候好久啊。苗博雅就致歉说，我以后发言会更谨慎，我真的不知道我讲话伤到别人哦。他说我言者无心，那言者也有心呢，言者怎么无心呢？只是不知道了啊。那我诚恳致歉啊，因为他不知道黄老先生仙逝了哈。那另外呢，他们曾经这个林志群这个律师还说啊，你黄国昌干嘛憔悴到这个样子？就服伤吗？哦，结果呢，结果他真的是服伤，爸爸伤，爸爸有事啊。那他也道歉了，说请节哀了哈，就说我真的不知道了哈。那黄国昌就说呢，不要理他们了，这些侧翼没什么好讲的啊。他跟他家人是跪颂他爸爸，说他爸爸是永远的英雄哦。他传给他的 DNA 是坚毅不屈哦。11年以前呢，就以为这个差点走了，3个台大医生把他救回来了。过去11年，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呢，也看到这个孙女啊，然后等等呢，还有孙子啦，就觉得晚年还有一点安慰了哈。那这个黄国昌说我没有兴趣回应了，
他们毁掉了台湾人最基本的良善。我这样觉得说，搞政治再怎么样那个人性还是要有的。如果搞到人性都没有了因为政治还是一时，你看哪一个人搞政治搞一辈子？过去在立法院风光，有很多人现在都不在了嘛，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在的时候，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为民服务。我常常讲说，公职是可以做最大的公益，你可以做很多好事情，但是呢，你人的政治再怎么斗争，你人的本性，那个良善的本性不可以被泯灭不可以被那种邪恶这个充斥那黄国昌说呢，我不会推迟柯文哲的交代了，他对我的恩情一直放在心中因为陈佩琪有感谢他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接这么艰巨的任务了那所以呢，苗博雅因为讽刺这个黄国昌，所以被网络笑说这个叫公领域事件吗？嘲笑黄国昌，你可以骂黄国昌，可以评论黄国昌，可以对他讲话不同意，讲人家怎么胡子刮不刮，蛮无聊的嘛这东西根本不是一个这个政治该评论的这个题目了因为他们号召1月11号上街嘛，所以黄国昌说，你们说我们是下毛毛雨，我让你看看这个毛毛雨会下得多大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拿下政治的眼镜我们今天拿下政治眼镜，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起诉书好不好？开直播评柯案，这是苗博雅日常。只是日前开酸黄国昌憔悴现身，是为吸引同情票一事却翻车，因为黄国昌是因父亲过世才未刮胡。跟阿北虽然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碰面。第一时间，苗博雅没回应，直到4号深夜，脸书才发道歉文。即使言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脏话伤到人，我诚恳致歉。苗博雅写道：因不知黄老先生先逝，纯就公领域事件评论黄国昌立委，在4号消息公布后，造成无法预知的纷扰，确有不妥，在此向黄国昌立委以及社会大众致歉。评论时政有许多方式，我未来发言会更谨慎。只是这篇道歉文再度被骂。经过一整天的期盼，终于盼到了他的道歉文。第一句话却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难道对于一个人的外表去做这样的批评，就是你口中的公领域新政治吗？看完这样无下限的言论，我不禁想问台北市民：这是你们要的台北市长格局吗？这些人，他们在伤害的其实不仅仅是台湾的民主，还在摧毁台湾社会最基本的良善。苗博雅前一阵子几天前还说有声音出来说民进党这个赖清德喜欢的民主大联盟要推他出来选台北市长各位，我们应该表示欢迎，欢迎应该欢迎他这样子毫无人性。这个几天前我就看到黄国昌，因为他以前都是这个胡子刮得很干净的，几天前我就看到不对，他有留胡子，我不敢问他嘞。他还是每天来立法院上班来咨询，该咨询，该怎么样砍预算，该砍预算，这个一样，他尽他的本分。我今天早上也碰到他，那我的感觉说，这样的人，你还要这样子攻击他，而且你的道歉言者无心，这大家不能接受的啦。你这个什么是言者无心呢？他是刻意要去蹭黄国昌嘛，接着攻击黄国昌，得到他的声量。事实上，过去一直某种程度一直有得分，他只要骂黄国昌，因为黄国昌以前是时代力量出来的，那苗博雅又是社民党的，这两个党在光谱上是很接近的，所以他等于骂黄国昌，把黄国昌的支持者一些票拉过来，在过去是有效的，可是这次踢到铁板。但是他的道歉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那种道歉好像一副就是他都没有什么错这个你看讲者无心呢，他怎么是无心？他就是蹭黄国昌要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我觉得民众党真的刚刚提到上一段提到说2个女人还在那里斗在那里骂，我觉得外面的人看的，大家现在很多一股力量反过来要挺这个要柯文哲，是因为司法追杀破坏太严重了，但是你不要被这2个女人这样一来又打折打掉了，真的。民众党回去好好的约束一下，这时候大家民众党，我觉得黄国昌是代理主席，就给黄国昌一定的一个权柄，
让他好好的去带领民众党，他事实上有这个战斗力。那齐凯，国昌对家里是很低调啊，那时间他开始留胡子，让整个神情是憔悴的、悲伤的。我们上次有问他的啦，他抿着嘴，他也不讲。上那段时间，第一个就是柯文哲那个羁押庭嘛，你看人保出来又北检又抗告，然后又开始。那一方面立法院很多重要法案，你就知道他那个蜡烛两头烧。那爸爸离开那个心里是多大的一个悲伤，可他是强忍啊。我们是真的要很谢谢国昌这段时间的这个付出。那我们也是，他连以前柯文哲救过他爸爸的事情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哎。他爸爸是10年前这种病危的时候，柯文哲带着2个医生去把他救回来的。然后他说很谢谢，一方面爸爸命救回来，一方面爸爸的3个孙子他爸爸可以看着3个孙子长大，这种天伦之乐。所以他说他觉得柯文哲他一定是力挺到底的。我也讲一个秘密哦，不是只有柯文哲，不是只有救了黄国昌的爸爸，他救了林国成的儿子哎。林国成那时候已经病危，是已经救不回来了，所以后来林国成就是拼了老命，都是跟着柯文哲的。像我有时候到基层去，有些人挺柯文哲是因为。不是只有第三势力啊，不是只有那个民众党那个理想，有些人就是真的都是他救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好，那我讲一下刚刚这个事情哈。现在民众党还在风雨飘摇当中啊，然后讲挑战还是很大。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稳定跟团结。年纪比较大了，比较老，我回去我会再试着尽量我本来在党内就比较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这个事情我会回去试着尽量再换。我们现在没有分裂跟吵架的这个本钱，我们一定不能对不起我们的所有的小草们跟支持我们的这个人，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马上要处理。回去我会多努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我也提醒一点哈，台湾民众党上就是很多人都是非常团结的。刚才讲黄国昌这个事情，你看我们这所有的党公职。从前年开始打选战，打了1年多，我们是有革命感情的。这1年多好像很艰困的啊。然后你看我们8个立委里面，你看这2个会期在立法院多大的一个冲撞，随时被人家扣一个红帽子，然后随时民进党要进来打你。我们是有革命感情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是觉得大家已经凝聚成生命共同体。所以一方面我们就避免再有分裂。你们的立委很好啦，只要党中央跟地方没有这样子闹就好了啦。对。我觉得苗博雅这一次的事件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很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政治带来的是新政治，而不是一种仇恨政治。可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带来的是下流政治，这才让人觉得很难过啊！因为有一些底线本来不应该去碰的，却不断的去碰它。那什么叫做新政治呢？新政治其实就是就事论事，然后尽可能拿证据出来说话。然后谈的就是公领域的事情，这就叫新政治嘛，而不是说用那一种嬉笑怒骂，然后去嘲笑别人的身体上面的一些特征啦，或者长相啦，或者是外表啦。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如果越是朝向这样子，我们会觉得越光明；如果越是不断的去谈个人的长相、私领域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越低俗。那苗博雅本来自诩是带来新政治的人。可是他自己下流化了，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给他重要的教训。但问题是，其实不管说黄国昌家里头有没有状况，你去笑人家说没有刮胡子啦、卖惨啦，本身就并不是一个入流的讨论。但是现在知道了，人家是因为父亲过世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诚恳的道歉，那我觉得大家还会原谅你。可是他不是。他强调的是言者无心，就是说我嘲笑他这件事情其实呢我是无心的嘲笑。请问一下，嘲笑还可以有无心的嘲笑吗？然后后面说呢，听者有意。如果大家觉得说我评论错的话，都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自己呢心存恶念，才会觉得我的嘲笑是有问题的。有这种道歉法吗？所以前面是一种突破底线的一种嘲笑的政治，而后面对不起，那就是一个根本不肯认错的一个错误示范。下再回来。好，这个黑熊学院呢，到卫福部的公益劝募平台来募款。公益劝募，你就想得出来，这个平台一定是为了公益嘛，那所以国民党委员说呢，你是违法抢食公益的资源，而且呢，他募款募得还不错，其他公益团体呢不见得募得好募款成绩达到102.47%，他预备募
1500万，就募到1537万510元，哦，那这是这个卫福部给他们的许可文号，因为你要募款还得这个主管部会给你一个许可哈。但是呢，公益劝募条例第3条有规定，除下列行为外，就下列这些行为是不可以的。什么行为不可以呢？从事政治活动团体或个人，基于募集政治活动经费之目的，募集财物或接受捐赠之行为。好，另外宗教啦什么等等也不可以啊，就是他不要有这个政治啊、宗教其他的因素介入，他就真的是这个公益了哈。那林佩强委员是说呢，说他是为了他讲他为公益啊，但募到的钱呢办个健走活动啊，里面都是民众党举的民众党的党旗啊，民进党的党旗啊，哦，甚至呢，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的副执长吴英宁还陪走啊，你是政府这个人员嘛，还陪他们走哦，而且绿的色彩那么浓哦，那你说你是公益，你公什么益呢？啊，那沈伯就说我一切合法，我是完全公开啊，不是完全公开就是你已经违反那个他的那个条例了嘛，哦，募款的那个条例嘛，哦，就我刚刚讲的这个，人家有这个公益劝募条例嘛，哦，你就不能因为有政治，而且你募来的钱应该去做公益了，不能去搞政治了哈。罗志祥说有募款能力很好啊，那政府还要补助他们吗？哦，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就说你们是转移我们罢免你们的焦点啊，哦，所以评论是说呢，这个你已经一方面违法，一面还要避重就轻哈。那另外呢，因为国民党委员去讲他们嘛，说你们抹黑我们，你们破坏民防教育，我们这前是要做到民防教育啦，老共打我们，我们怎么样这个防止老共啊？你们都是习系立委，你们都听习近平的，受习近平指挥的，所以你们是习系立委。我们看一下。黑熊学院全台公益募款大纵走，仔细一看，身穿行政院橘背心和民众击掌的是中部办公室副执行长吴英宁。合照环节还有人高举民进党党旗，信赖之友会也举布条帮忙声援。明明是公益募款活动，却具有高度政治性，被指有违法疑虑。你有能力去募款，不要在公益劝募平台募款，不要排挤真正需要社会资源的这些团体跟活动，好不好？因为公益劝募条例第3条规定，从事政治活动之团体或个人不能募款，但黑熊学院活动却能看见民进党党徽。政府的补助捞不够，现在还要到公益劝募平台去捞。我们希望沈伯洋、黑熊学院，你们能不能行好，留一口粮给我们真正需要社会资源公益劝募的团体。同样是用脚走台湾，小学生募得0元，黑熊学院募款超出1500万元，比目标多出2%。小学生他用脚走读台湾，募到的款项是0，1毛钱都没有。黑熊，你可不可耻？王宏威跟罗志强呢，又在做这种乌龙爆料，很明显的是想要转移罢免。而我们呢，今天募得的款项是完全公开在这个劝募平台上面。刘明，第一个国民党团指责沈伯洋跟黑熊学院的，并没有说他没有公开啊，他并不是说你们都黑箱作业，他不是啊，他只是说你违反了劝募法里头的不要涉入政治的这一条啊。那劝募法这个事情也经过朝野立委很多的变化，它其实是一再修法的结果。那这里头其实2个问题嘛，就是觉得说你政治捐款，没有人说你政治上不能捐款，有。那政治捐款本来就是已经拿走很大一笔钱了，然后宗教的捐款也拿走很大一笔钱了。你的公益劝募条例就是说你排掉政治，排掉宗教，可以真正做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的人一点机会跟一点资源嘛，本来是这样。结果现在有政治实力的人，像沈伯洋高居民进党的不分区委员的第2名，等于男性立委的第1名，这样子的政治实力背后又有曹兴诚说要给他捐30亿，那你来跟一般的公益团体，你去抢这个公益劝募的钱，到底要干嘛？
到底要干嘛？更何况国民党就说你也很有能力拿到政府的钱啊，政府又给你这个补助款、那个补助款，让你办这个营队，让你办那个宣传，又给你了一大堆钱，你到底为何还要？真的，我觉得真的不够有正当性的去占据人家社福团体非常艰苦的这样子的一个劝募的钱，人家讲的是这个。结果呢，沈伯洋全部就在讲说啊，你们就受习近平控制啦，啊，你们就是这个亲中立委啦，啊，你们就是要乌龙爆料啦。那说真的，劝募条例再讲一遍，从事政治活动的团体跟个人不可以来用这个劝募条例的平台，要拜托2位立法委员。这个问题不只是沈伯洋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卫福部的问题，要好好的监督跟质询。我觉得公益平台的劝募到底，谁可以在这个平台劝募，谁不行？确实，如果说已经有立委提出这样的质疑了，我们就是正面面对，就是说应该把 SOP 跟标准都定出来。那只要是符合这个标准，我觉得不应该是说，哇，他可能这个团体可能跟哪一个委员比较有关系，然后就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因素去做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个政治揣测。我觉得是不应该这样。但是确实，既然已经有立委做出这样的质疑，那么就请相关单位把这个公益平台的劝募，把它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然后很清楚的这个正面公开，然后大家都可以来。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弥平很多不用的一些政治口水。来，既然叫做公益，既然说不要政治也不要宗教，因为他们另外有管道可以去劝募。对，而且募到好多钱。所以呢，既然是公益，为什么要站着公益排挤别人的公益呢？那其实我每次提到黑熊学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只有我在心心念念吗？那曹兴诚不是说要捐30亿吗？才去年的事情啊，那为什么黑熊学院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么缺钱，然后去跟外交部申请补助，然后本来也要去抢陆委会的标案，然后还有给他民防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预算，然后呢，同时还要去搞劝募，然后同时还要卖东西，然后卖的还是现在跟淘宝上面看起来是淘宝上面买下来的这些东西，就说为什么感觉上面明明后面有一个那么大的金主，然后呢还这么的缺钱，然后前面打的通通都是民防，然后说告诉大家说要让我们的民防多好多好，可是台湾去年发生的所有的灾难，我们没有看到黑熊学院的身影，一次都没有。黑熊现在做最多的是什么？扣人家红帽子嘛，分化台湾嘛，他现在寄生在政府啊。他曾经公开讲过，他说他公开募款不会用政府1毛钱，可是现在至少被抓到4个了。第一个，他用了外交部的补助100万，然后去陆委会开始要抢那个标案，还去内政部申请什么民防那个研究会，对，这是已经是这是第4次了哦。你连卫福部的这个公益平台，卫福部这个公益平台要做什么事情？照顾社福跟弱势者嘛，是社会救济的嘛。你这样去那边，你就排挤到那个弱势者啊，这多严重问题！我觉得现在追究责任，一方面是黑熊学院本身的问题，一方面卫福部的责任我们要追究到底。还是宝兄，这个卫福部啊，最新的消息替他背书了。他说啊，经过这个内政部、国防部、教育部，他们都认可，那1000多万他们都认可，就刚发出来的新闻啊。你就觉得说他到处拿政府的钱，到处寄生的政府的单位，我们要好好去抓，不是只有这4个单位，外交部有啊，这个内政部应该也会有啊，这个国防部会有啊，那个你看几乎每个部会他都下去抢钱，都一直抢。那问题就在于，人家开了记者会，就是你就抢这么多钱了，你就不要去抢这些钱，他这个钱叫卫福部出来公开帮他背书。可以。我觉得很好笑，绿营天天骂柯文哲跟民众党吸小草的血，偏偏跟